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中文。好慢。我最近个性比较急，对，受不了了，这么慢我受不了。好，一点都不急啊，唱出的口头禅。好，那我们就好久没有好久，没有多久，我们就聊聊最近的近况吧，因为这感触比较深的事情。对，因为这个我们大叔之间其实平常也忙，偶尔也要交流一下，谈谈心。对，那我们先从边边开始好了。边边最近这么突然，你们两个都带着故事，然后你问一个还没准备的。边边，我最喜欢出其不意。对啊，其实我生活还是就是都是围绕这个工作啊，所以工作中最近确实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我这个公司现在我在巴塞罗那这边的同事都是这个外国同事，都是比较这个西方的思维，然后但是我的在国内的同事呢，就是都是中国人啊。然后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因为我们是游戏公司嘛，我们有很多这个游戏的制作人。那游戏制作人呢，他决定要不要用我们的服务，或者是买哪些服务，所以他们属于说是比较公司独立外的。虽然就是他们做出来的游戏要用我们公司的名字，但是其实他们是相对制作游戏的团队是相对比较独立的啊。那我的工作是社区经理，然后我们的这个市场营销部是在那个中国啊，那市场营销跟那个社区经理是要对接的，那个对接很多的啊，比如我们要为这个游戏制作一些这个制作一些这个社区计划的话，需要跟那个市场营销部门聊，先我们一起聊好了，然后再去给游戏制作人去呈现我们最后出来的这个计划。那就是市场营销，它其实是跟理论上应该是跟我们是一伙儿的，对吧？我们需要讨论好了，出了方案之后再去给游戏制作人介绍。但是因为这个地理位置的限制，然后我们的游戏制作人他是在成都，然后市场营销在北京，社区是在这个巴塞罗那，所以北京的同事就很容易跑到成都去跟他们开会，那他们聊什么我们就不知道。那他们聊的时候，可能市场营销部门有一个很好的点子，这个点子的话，就是可能是他们的点子，不是这个游戏制作人的点子。但是他们开会之后，然后会告诉我们啊，游戏制作人想要这个东西，比如他想要一个播客，或者他想要一个很厉害的这种市场营销的方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落地，就等于说他们想到了什么特别棒的点子，那最后谁做呢？就落到我的头上了，那我要去做。但我们又不知道到底这个点子是不是游戏制作人的点子，还是说市场营销他们团队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厉害，所以他们就是把这个点子卖给这个制作人，那制作人会觉得他们是很厉害的，那最后他们不用做，最后都是我来做。所以这个就导致很尴尬，但我们又不能去直接问这个市场营销团队说啊，这个点子到底是你们的还是制作人真的要的？当然，我们是要把制作人、我们客户放在首位，所以就最后导致我这个游戏只有我一个人负责在社区，所以就感觉最后全都压到我这儿来了啊。所以你只有一个人吗？你没有底下的什么人都有？没有啊，就是我有一个实习生，但是我懒得那个给那个实习生活，因为那个实习生一直啥都不会，一直问我问题，一直打断我，就导致我自己的就是反而让你的工作效率更不好。对啊，我是想让他帮我，但是最后会感觉他拖累你。我本来就给他一点点活，想慢慢给他多一点，但是他做一点点活，他就会问我，因为他很想做好他的部分，那他那个又不是很重要，就等于说他不断的打断我，不断的打断我，就导致我没有办法
集中注意力做好我手头的事情，所以嗯我有时候觉得可能我自己做要比给他更快啊，所以就是这样，就觉得可能跟这个中国团队交流比较费劲，因为除了这个工作之外，你还要考虑到这个就是职场职场的一些对事情，微对妙的这个心理，对，确实，对啊，就是我做什么可能最后我自己不加分，我都是帮助这个市场营销团队给他们增你算是添光彩，对。幕后的推手，不受重视的。对，然后有时候我会直接问游戏制作人，我说，你到底是播客想要什么样的内容？然后被市场营销团队知道之后，他们就说，以后你不要直接跟游戏制作人聊你先经过我，然后再聊，所以这个就导致更可疑这个事情啊。这个职场文化就是这样子，有时候让人很难接受。就是有时候你知道问题了，你也没有办法直接解决，你还要去迎合每一个部门，然后你要去尊重每一个主管，你没有办法独立做这样的事情。对，所以现在我的领导也要保护我，因为他也发现这个情况，他觉得那个这样工作好辛苦，好累啊。变叔，你什么时候要离职啊？什么还是回来做大叔吧？做大叔根本没有这些烦恼啊。还有1年吧，1年首付就够了，应该就赶紧解脱吧。还要痛苦1年。对，我以前工作也是像变叔这样子，就是我算是一个中间协调的一个部门。然后到最后，其实这个部门不要的工作我自己做好了还比较快嘞，还要跟另外一个部门沟通，最后他还是要丢给我，跟另外一个部门也是这样，变成所有的部门的不要的工作都丢到我这边来，然后就受不了。你在出版社那个时候工作吗？对，每个部门都在争功，在老板面前说这个 idea 是我想的什么什么，其实做的都不是他们。对啊，然后那个工作的 credit 都被别人拿走了，然后我这边傻傻的做，最后他们还在老板面前说你坏话，说他只会这样子啦，什么都不会啦，然后就觉得很痛苦。所以这个就是职场的一些，职场这种东西很讨厌。对，这种文化真的不喜欢，但是就是对，没办法。对，所以我现在每一次做大叔的时候，我都告诉自己，我要珍惜现在做大叔的这种感觉，因为我曾经我曾经做过职场这么痛苦的这种职场的文化，然后那个阶级观念很重的，每一个部门都要讨好，那个生活是每天多痛苦啊。然后你就觉得你不是自己，你要戴很多层面具，然后每天都在虚伪的去跟人家说话，然后很做作的讲一些人家喜欢听的话。好痛苦但是做大叔我就是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对，那跟你们根本没有这种职场的问题。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多单纯，做大叔多好。我现在就是遇到什么问题，我都告诉自己说，再怎么样都比以前那种工作环境好太多了。对，真的，我是没有过职场，所以我体验生活来了。但是觉得真的国内太卷了，真的太卷了。对，但是你体验过之后，你再回头做类似大叔这样的工作环境，你会觉得自己很幸福，好爽。是的，对，工作现在每天想的就是如果不在这个公司干了，我就是退休了，就是再也不会进任何公司了。还是做中文老师好呢。加入我们退休的行列。对啊，讲的好像我们都已经退休了一样。好的，讲的好，我们已经财富自由了一样。对，好，来灿叔分享一下。就最近也挺多东西的，我觉得，那我就挑一个吧。这么多，挑一个我们又会非常有共鸣的。那就有点共鸣的话，挑不出来了。没有，也有呢。其实最近我是觉得有很多地方都有一些想法，包括我自己啊、孩子啊、夫妻关系啊，还有其实关于人生的方面，我觉得都有。我就挑一个大点的、宏大一点的主题，人生方面升华一下其实最近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其实咱们之前聊过的健康的问题，因为最近我老婆她的一个算是同事吧，也不是特别严格意义上的同事。他们这个公司不像公司，组织不像组织的，但是会在一起做一些事情，就平常是有接触的嘛。
平常成天会打交道啊，会一起做一些事情。就这个同事最近突然确诊了这个，首先以为是乳腺癌，后面发现已经扩展到了这个淋巴上面了。就是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你会觉得，比如说这个事情离你很远的人，你会觉得啊，好可怜，这个怎么这么倒霉？但是对于我老婆而言，那这个离她太近了，你就觉得怎么是这个样的？就是怎么这么认识这么亲近的人，怎么就得了这种病？你就会突然之间有一种恐慌的感觉出来了。对，你就会开始想啊，我今年可能都40岁了啊，我的身体机能也没那么好了。那么我现在要是有些地方不注意的话，是不是哪一天就临到我头上来了？而且就会越想越多，想到就是万一自己这个，万一自己有什么三长两短啊，孩子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对对，多内耗啊，想这些。这个东西控制不了的，控制不了，控制不了，完全控制不了。我老婆这几天就是状态特别不好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其实她本来就是一个想很多的人，那这个时候她其实有些时候她很内耗的一个原因，就是她控制不住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像我的话，有时候想到一些事情不开心，我会采取一个回避的态度，就一定让自己会舒服下来。我是不会让自己沉浸在这里的。他肯定也不希望自己一直这么一个状态不好，但是他做不到。就是有些人会你说可以进行一个物理的脱离这个环境，比如说你吵架了，或者是一个状态不好，你脱离一下，可能洗个澡啊，洗把脸啊等等，或者出去走一圈可能就好。但是对他而言，他做不到这个。他这个脑子的思绪会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这个时候他采取的方法就是说，想让自己比如说做一些事情，这个事情能多少吸引他注意力，比如说看一个好看的电视剧啊，看个综艺什么的，能抓住他的注意力的时候，他感觉才能这段时间不会让自己胡思乱想。这只是一个短暂的逃避吧，那没有一个其他的解决办法。对，这个东西比如他可以写一张单子，他觉得人生如果哪些事情不做的话会有遗憾，他这咋要不要去？你这个思路不对劲。不对劲吗？为什么？就是不是，毕竟就是你说是那个，你说是那个人，除非是就是我老婆现在是需要从这个情绪里抽离出来。跳脱出来啊！你说从那个对那个人的那个对那个感不是说自己的那个是他因为会联想到自己啊，会想到很多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很内耗的人，你年龄又到这里，你会不断去想象这个东西，就是控制不住的。所以其实连带的我们也会，因为刚好上个星期的时候，我又胃疼了一次，然后老婆就特别担心，她觉得我这是一个定时炸弹。他就担心，万一你这个地方是个很严重的病呢？因为我体检可能也1-2年没有去体检了，所以他当时我们俩就吵了一个架。他说：“你赶紧去体检去，因为他其实觉得压力很大，他会觉得就是你这么不重视自己的身体。”他刚好想到健康那个方面。是的，他会觉得你不够重视自己的身体。那你其实不够重视自己的身体，会联想到你其实不够重视我和孩子，因为我是他们的依靠。那你不在乎自己，你倒是真的倒了。我们其实怎么办？就是会一连串的东西。对，而且我真的会觉得，慢慢突然就觉得，我那算一下，其实我应该是39岁，老觉得自己是38岁，其实已经39岁了，就会发现时间过得好快，真的感觉没做什么东西。你已经到了那一个，就是自己还有一些记忆，就是感觉父母怎么已经。都是快40岁的人这个年纪，因为我爸妈是20岁生我的，那么比如说我爸妈39岁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读高中了，我觉得我爸妈已经年纪已经很大了，已经就是感觉已经有很大的隔阂了。转眼间你已经是他们，转眼间我已经到这个状态了，就感觉时间过得怎么这么快，而且就很多东西会一连串的，就会在你心中会引起，感觉一个涟漪一样，一圈一圈荡开。比如最近不是端午节了嘛，我妈又给我寄了粽子，专门做了粽子，就是做了这个一般的有五花肉的粽子，还有瘦肉的粽子，
还做了一个什么花生米线的这啊，个粽子。很饿，你就不用解释那么细，口味不用细数了。你的对，你的重点又不变是，叔变叔吃不到，我今天他快惨死了。我昨天晚上就热了3个，而且又不是故事的重点。这是故事的一个重点，是啊。就是我昨天晚上吃了3个，今天又吃了3个，而且超好吃的呢。而且超好吃，不腻味，一点都不腻。对，那花生粉口感应该怎么样啊？蛮好吃的花生口我还没吃到呢，我不知道哪一个是，但是肉的确实好吃，比外面买的好吃，外面买的太腻了。这五花肉应该西班牙吃不到了。五花肉跑题了吧？那个肥肉它已经变成美食化了，的节目化到那个米里头了，特别香。入口即化，入哎呀口即化啊！嗯其实我觉得重点不在这个，其实我是觉得有，突然觉得哈，首先就是我爸妈老了，他们其实现在对我的这个就是思念啊，或者这个表达会多起来了。你会觉得其实有时候想通过这个，比如端午节还有，说实话挺久的呢，很早就开始准备这些东西了。比如说会发到群里，然后让我爸寄出来。然后昨天我告诉他们在群里说收到这个东西之后，然后我爸竟然在群里应该是前天说寄东西寄出来的时候，我爸在群里说：“哎呀，为了孙子想吃啥都去做这些事情啊等等。”昨天我把这些东西就说我们收到东西要吃的东西的时候，我爸还专门拍了一下自己家他们2个晚上吃什么，是一个酸菜鱼什么的。我在那一个瞬间感觉很强烈，我会觉得其实他们其实就是想我们了，或者就是说想自己孩子了，自己又觉得因为现在他们已经退休了，说实话，我爸我妈已经退休很久了，就是1年了也不，然后我爸那个东西可能还会再偶尔做一做，但是他们整体而言，大部分时间基本上闲的，是退休了，他们已经没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了。这个时候会发觉，之前就是填满自己生活的很多东西都突然之间消散了。然后突然之间发现和自己的孩子不止在物理上的距离非常遥远，心理上距离更远，心理上会更远，所以可能会莫名的会觉得很孤独、很恐慌，就想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因为一直以来都没有这个习惯。我也一样啊，我也会觉得其实他们表达东西我是能感受得到的，我也很强烈的感受，我也想，但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而且我会觉得，我也可能更多会觉得，我把自己更多是，就是我现在生活很多东西要做啊，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应该怎么给他们去联系啊，或者关心他们呀，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说闲话我也不会呀，等等。我觉得这个都是一连串的一个东西，你会突然之间发现自己人到中年了，会面对可能周边的一些人，他们可能会出现人生的意外，甚至提早迎来了生命的这个尽头。因为昨天还刚好有一个新闻，就是看到中国一个很有名的演员叫朱媛媛，这个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的，应该说可以说特别喜欢的一个演员，才51岁就生癌就死了，很震惊。因为她老公这个演员我很喜欢，叫辛柏青，我很喜欢这个演员，所以就觉得因为这个又觉得和陌生人又稍微近了一点点，你会觉得人生怎么这么无常。这么无常，也感慨自己啊，年纪也40岁了，马上就40了，然后又感慨父母又老去了，然后又一连串的东西，觉得自己好像身体确实机能又不如以前了，然后孩子慢慢又长大了，就是等等很多情绪就全部的在那个外翻涌过来了，自己好像自己的人生也没有说过得说特别的顺遂。等等东西，送你一句话，最近我是在网上看的，一句话就给你让你那个点醒你，从苦海里解脱。好，让我听读一下啊。从哪里解脱？苦海里解脱。苦海。因为你刚才说的都是自己这个想法，你们其实身体是健康的，现在没有病，但是因为这个病而产生的一些这个其他的想法。所以这句话是：你要记住，除了生病以外，你所感受到的痛苦和纠结，都是你的价值观带给你的，而非真实存在。内心一旦平静，外界便鸦雀无声。我能理解这句话，但我觉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说实话，对，而且每天真的会面对很多东西，你不可能那么轻易的就说我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反倒越来越痛苦。我突然了解了有一句嗯话，因为之前我老婆就是不是我儿子他，等一下，灿叔，你刚刚说你现在会觉得越来越痛苦吗？对我还没说完呢，是这个原因，就是我儿子最近和他的2个小伙伴每天都在一起玩，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所以有时候偶尔会来我们家里。然后那个小女生的妈妈呢，她就是一个家委，我老婆也是家委，他们平常是有打交道的，但私底下这样比较亲近其实没有之前。现在来我们家之后，他们就会聊天，然后那个小女孩的妈妈会和我老婆说自己一些生活上一些事情，因为我老婆是搞心理方面的嘛，然后自己虽然很痛苦，但确实也是搞心理方面的东西，然后就和她说，然后那个小女孩妈妈让她帮她说一下，分析一下还有些什么东西。我老婆说不敢再说了，再挖下去你承受不了的，你承受不住的。因为在目前这个状态，你其实这些东西你都能自洽，你虽然能觉察到自己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但是你自洽了，其实你心里没有那么难受。比如说你从小生长环境、重男轻女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你而言其实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你已经自洽了。现在这个整个你嫁了这个婆家之后，你整体状态已经算是取得一个平衡了，你不要再往下挖了。你再往下挖，你会很痛苦，因为很多东西越看清楚越痛苦。所以这个老婆那天和我说了一下，最近我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最近确实话，我在开始挖自己。因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觉得我是一个回避型的人，我觉得很多东西我回避了，其实我不会用去面对就好了。现在我突然之间发现，就是我有些东西我不想回避了，我想去直面它。比如不管是和我老婆的关系，还是和孩子的关系，和父母的关系，我越去直面他们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内心的好多东西都出来了。那就是回避，就是为了避免痛苦啊！回避就是为了避免痛苦，那不就是去找痛苦吗？这是找痛苦，但是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让你自己舒服。真正直面到就是像你说，我不去和稀泥了，我不去逃避了，我要直面这些痛苦了。我是觉得我在慢慢的变好，但是这个过程其实让我非常难受，因为我以前是特别不想面对自己的一些问题的。我面对自己的问题，我比如说别人有情绪的话，我是绝对想逃避的。那现在的话，我不能逃避的话，我要去面对这个东西，我还去怎么在这个状态下，首先去接纳自己。因为我之前其实不是一个特别能接纳自己是一个什么样人的人，我会给自己立一个人设，人设其实就是你逃避这些问题的一个手段。你觉得我是这么一个人哦，我不是我自己看不到的这么一个状态的人哦，所以其实我永远躲在一个幻象的后面。我老婆之前和我说，真希望有时候能和真正的你进行一些对话，因为她觉得她有时候触及不到我的内心，我不愿意把一些东西打开。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的一个保护色也罢，或者是一个策略也罢，其实我没有那么难受。但是现在我突然发现，就是我想真正的去直面一下自己了，我发现好痛苦，真的好难过。可是如果一些事情如果无解的话，你直面痛苦以后，你确定你可以最后可以解除这个，真的想开，真的会舒畅吗？我觉得怎么说，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我觉得一切东西都有解，只是这个解是怎么样的。可能在这个你面对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你真的会非常痛苦。比如说我和我儿子之间，其实说实话，他小的时候我成天陪他玩啊，状态很好，但是随着他慢慢长大，我们2个成天吵架，就是我面对他要么太过软弱，要么太过强硬，我只会采取这2种方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不敢面对他一些情绪的发泄，我会想逃避，所以到最后他就是有些东西会不断的升级，到最后我只会采用2种方式，我没有一个中间值，没有一个所谓的什么温柔的坚定的力量去面对他。所以这个其实对我而言，那其实越是这样，我和我儿子不就越疏离了吗？那我其实因为我又想到我和我父母这些关系，我不想在我和孩子身上重蹈覆辙，说实话。那我就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中心是哪里。其实孩子他其实没有那么多，必须是我自己啊。
我自己怎么去直面自己，就是我确实，我首先要接纳这个东西，就是我确实很害怕别人的情绪。他们不管是我老婆的情绪，还是我孩子的情绪，他们一发泄出来，我会很害怕，我想逃避的。那么这个时候，首先我得接纳自己，我是这么一个人，我确实害怕这些东西，我不是不怕的，我不是说可以接纳你们所有情绪的，我害怕。我也甚至可以告诉你们，你们这个状态其实让我不舒服。对。然后我才能慢慢去调试。说慢慢的，我真的去我首先接纳自己，然后我才能去接纳你们。但首先接纳自己，承认自己是这么一个，说实话，和自己想象中那个比较高大上的爸爸一点都不一样的这么一个人，这就是一个打碎自己的一个过程，非常难过。对，因为你要接受自己是软弱的人，甚至告诉别人我很软弱，这个是很难的事情，特别是一个爸爸的角色。就那天我记得上个星期的时候。就是我孩子，我俩又发生了矛盾，对，就是后来我老婆后来过来安慰了一下我，然后我当下我就哭了，我觉得你们看到我了，你们看到真正的我了，真正的我就是这么好像很软弱、很脆弱，不是我自己一直以来想表现出来那种好爸爸、好老公这种形象，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痛苦，但是其实是有用的。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真的，你说让所有人都去这样深挖自己，我觉得不公平，不容易，不要，我觉得不要去做，因为你可能未必有这种，同时有很多力量能支撑到你。首先你可能承受不了，因为我说实话，我老婆还能支撑我，她还能帮我疏解，那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系统能帮她疏解，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确实，我最近整体状态很烦，就是因为我面对到自己的东西，我知道自己的东西，以前我一直没有看清这个东西，而且我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不愿意去真正的去看到自己，所以还好，还可以乐呵呵的，我发现自己也没有什么东西，但一旦开始面对自己这些东西的时候，很痛苦。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有回报吧，你会发现确实你也知道，怎么和孩子和老婆相处了。虽然每吵一次架，吵架的当下很痛苦，但吵完之后你发现，我可以在这个方面调整一下了，我好像离自己再变好又往上走了一步。对，所以这个可能是我最近一整个的这么一个，好多每回的讲这些东西都对，因为回避问题跟面对自己就是说是截然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的，因为你回避你永远问题都在那儿嘛，但是你直面自己的时候，你或许会有个机会知道你是谁。是的，而且你让你亲近的人知道你是软弱的，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特别在中国传统的这种父亲要很有男性的这种尊严的这种社会观下啊，这种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身为爸爸这样的角色真的有非常多要学习的部分，特别年纪越大了，你要学习的就越多，因为孩子慢慢步入叛逆期了，青春期了，他的跟你的亲密度一定会慢慢的减少。是的，那你要怎么自处，对不对？这个真的想一想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难啊。对，每一步每一天都是挣扎。因为曾经我儿子跟我亲密的关系这么亲密，现在好像慢慢的我要重新调整跟他的关系。我想亲密也不可以，因为他长大了。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对，人生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但是回想起来啦，这段过程回想起来会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对。说完了我跟灿叔的痛苦，现在茶叔的痛苦是什么？其实我现在都比较不会把这些事情看成痛苦了。我只会把它当做人生的一个过程。对啊，就是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回去家乡宜兰那边扫墓。对，宜兰那边太阳非常大。我哥哥忘了带墨镜。我们出门都会戴墨镜保护眼睛太阳镜，你们说太阳镜嘛？我们说太阳眼镜。墨镜。然后墨镜对，墨镜。我在就是外面我们要准备去扫墓的时候，我哥就说：“我借一下你的墨镜。”我说：“好啊，拿去啊。”我就借他。我说：“怎么啦？”他说：“
他那个时候才很坦白的告诉我这几年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之前从来都没有告诉我。他说其实我妈妈生病的那段时间，她的眼睛已经出问题了，只是他怕我们担心，他都没有讲。他说他那个眼睛什么样的问题？就是非常严重的飞蚊症。那种严重方式就是飞蚊症是什么？飞蚊症就是看到一些眼睛会有不应该很多看到的东西吧，就是好像有很多蚊子在飞那种感觉。对对对啊，对，那其实飞蚊症其实在重度近视的人是一个很普遍的状况，但是它比较严重，它几乎已经影响了视觉，所以它是，然后他就说那时候特别是有一天照到太阳光很强烈，他觉得他的飞蚊症失控了，整个眼睛都布满了黑点，哇，好多好像好多蚊子在飞那种感觉。但是他那个时候又不敢去看医生，我觉得就是我们看医生都会有一种恐惧感了，会就是会有怕你确诊更严重的疾病。其实你会告诉你说好，我下个月要去看，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最后都没去看，这是我们常常回避型的人做事情是这样的，我也是回避型。我哥哥面对疾病就是这样的心态，是的，是的，这样一下来就拖了2-3年了啊。然后我就说你这样不行，因为我不是这种人，我是一定要，我知道这件事，我就跟我哥说你一定要去看医生，因为眼睛是非常重要的。是啊，但是他的心态还是这样子，就是说啊，没关系啦，可以接受就好了。一直到上个月，他眼睛发生的事情了，就是他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睡觉的时候啊，他会这样子看，躺着看手机，躺着在那边看滑手机，对，结果呢，一不小心他的手机砸下来滑掉了，啊，砸到了他的眼睛，哇，砸到了眼睛，在他眼球上了吗？对，他说眼睛非常不适，突然间，因为他是右眼，他说他是右眼，就是会有飞蚊症，他是砸到左眼。他说瞬间，因为我哥重度近视，他双眼都是1000多度那种重度近视，这么高，对，然后他砸到那瞬间，他发现他的眼睛看到很多杂质在那边飞，是脑洞，完全视力眼睛前面一片模糊，因为是2只眼了，现在，对，那就他也没告诉我哟，他就这样忍耐了将近1个礼拜。他说他一直很担心，他不敢告诉我。他说他几乎是近乎失明的状态1个礼拜。他后来才告诉我。我说你这样真的不行，因为你也要去看医生，他也没去看，所以那天我就强制他带他去眼科。对去检查，那医生就做了一些检查，基本检查，然后医生说，首先他这一眼有白内障，白内障，然后另外这一眼因为这样砸到，所以他视网膜有一些破裂，然后他本身视网膜因为高度近视就不好，对啊，对，然后医生就开了一张转诊单，叫我们去大医院动手术，对。那我就跟我哥还不愿意呢，那应该肯定不愿意吧？连看都检查，他连看都不敢看。对啊，他担心了他转诊单开出来，他担心了很久。那因为是我陪他去，我说一定要，我还帮他预约了医院什么，我都帮他弄好了。我说你不去也得去，而且我会载你去，免得你到医院门口就跑掉了。对，所以整趟我都帮他安排好了。那昨天我就带他去看眼科做了大医院去做检查。那本来我们是想说昨天做咨询，结果眼科医生非常的果断，非常果断的说马上处理。检查完之后说马上处理，首先白内障以后再说，右眼这个视网膜都是不可逆的，没有办法改变了，所以一定要赶快做雷射手术，跟你们说激光手术。然后我就问医生说，那是会有没有什么副作用？他说现在的科技其实很进步，你们过多的担心都是多余的，你们太杞人忧天了，没有必要。现在做那个雷射去补那个视网膜的破洞，其实是很容易的，算是个小手术。对。然后我哥就在那很担心这样，我就想说。我就跟我哥说，你就把心放下来，不要想那么多。医生都说是简单的手术了，你就相信他。然后我哥就是其实很快，5分钟，雷射手术做一做就好了。这么快就好了。然后
就问医生说，那其他的部分，医生说其他的部分等这个眼睛好的差不多了，我们再来慢慢去处理其他的部分。然后但是呢，因为眼睛的伤害已经造成了，就是让它不会再恶化而已。本来的飞蚊症比较少，其实飞蚊症是不可逆的。但是至少视网膜不会有视网膜剥离那么严重的状况。所以而且呢，这种预防是会很有效的。所以我就昨天整个手术完，其实我哥没有受到很大的痛苦，绝大多数的痛苦都来自自己的心理压力。对，这两三年来的所有对眼睛问题的担忧，都是我跟他说，你都是多余的。你如果早几年告诉我，我们早几年解决，你这2-3年的忧虑都可以省下来，你可以活得多快乐。而且你问题也解决了，而且我们这一趟因为台湾有健保嘛，我们这一趟才花不到60块人民币就解决了。我听说台湾的护士很温柔啊，就是超温柔的。对啊，我没有办法，我不晓得，我听说大陆的护士都很凶啊，但是在台湾他还会过来说有什么问题吗？对啊，这个为什么去那里检查看医生？去那里检查要小心哦，没关系的，一下就好咯。台湾的护士超级温柔的，然后说等一下动手术其实很简单，你不用太担心哦。对啊，医保那么好，医生护士都那么好，然后动完手术之后，来我帮你点眼药水，来眼睛张开了，对，然后他们点完了，多温柔啊！哥哥到底在怕什么？我觉得因为你一开始会把这个东西想得很困难。就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2个是不是都会更容易直面这种问题的人？就是有问题的就我哥要看事情，像属于不是，我是说查书和笨书，你们2个是不是都就是自己有身体不舒服或什么都会比较着急的先去解决去面对？不是，我是受我妈影响我妈妈她不喜欢看医生，她像我姥爷就是看医生之后查出来有问题，然后就开始治，然后如果不看医生的话可能能活更久，但看医生之后反而就是各种打药啊，做一些各种治疗，这种治疗导致他1个月就走了所以我妈比较有阴影，所以她从来不去检查，她就是怕自己查出什么重的疾病，然后心里扛不住，然后就反而就是导致她寿命更短，所以她是就是拒绝去看医生。我妈是这样。所以你也受到你妈妈的影响。我受到她影响，对所以Ben叔你没有健康检查的一个习惯？没有这个习惯，对，就身体好，就是我没有感觉到，就是除非我真的觉得是紧急的症状，那我要去看。但是如果是这种怀疑啊，或者是平常的健康检查、血检啊，这个我都不做。对，都没有做。我也没有我上回不是上期手术，我拖了多少年，我还以为长了，但是我会觉得。就像你哥一样，我会觉得这个底下不正常，但我觉得应该也没啥吧，就这样那我跟你一样的，对啊，那你们2个都一样。但是我们这边护士啊、医生啊，真的态度一般，就是特别是东北很凶狠，就真的人家也不太愿意理你的那种感觉你先查一下去吧，是这样的。台湾护士真的说实话比较温柔啦，比较年轻也比较温柔。对，除非你遇到没有经验的那个或少数的，大部分都很不错。这边人也太多了，医生耐心也都磨没了。但我是觉得这个也不能指望医生怎么样或怎么样，就是自己能不能去做这个事情。就整体可能不是说那么不是那么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不怎么想面对这些事情是有的。其实我也很怕看医生，说实话。我也很我说我哥这样，其实我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很怕看医生的。所以我如果身体有不适的话，我会有几个解决的阶段。第一个就是这个不适会困扰我多久。如果困扰我很久，我第一步是先上网查有没有什么方法，物理上的方法，不是侵入式的治疗，物理我可以做到的方法来解决。比如说我觉得
胃痛好了，举例啦，我没有胃痛啊，举例，我如果胃痛，我可能上网查一些做什么运动对胃有好处，吃什么对胃有好处，然后我会去实行一段时间。如果我这实行的过程中我的胃痛好转了，那我就不会去看医生。像我前一阵子真的发现我的手怎么样，就是举不太高，还有我觉得我就是可能膀胱不太好，就是会常常上厕所，我就去查怎么运动会让这些东西好转。然后我后来就不是我不是跟你们说我后来过的生活很自律吗？对，其实我的目的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察觉到我的手跟我的那个可能膀胱那边有一点问题，因为我膀胱有问题，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小时候学生的时候，就是小学初中的时候，我是个很自闭的人，我连上厕所都不敢的那种，很自闭哦，所以我在初中小学的时候常常憋尿，初一前，我是一个很常憋尿的人，那个时候就是很害羞，然后就是我很常憋尿，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一点让我的膀胱不是那么好，对，所以我后来我跟你们讲，我1个多月自律的生活，就是主要针对的是我的手跟我的膀胱上的运动，我觉得好转非常多，从很痛到现在完全不痛了，所以如果这个过程是有效的，我就不会去看医生了，因为我觉得我的方法是对的，对，因为看医生的确也会有一些风险，不是看医生就可以治疗好了。看医生有时候就是你要做一些比较侵入性的治疗，那个未必对身体是好。我如果物理性的我自己自律一点的生活，能够让自己舒服一点，那我会先选择这个方式。对，而且我现在真的觉得健康是所有的资本，人生的资本就是健康。因为我没有结婚，所以我以后势必要自己照顾自己，你也不要期望谁来照顾你。所以如果我能够把自己的健康顾好的话，那我觉得我日后的生活才有保障。你可以跟哥哥约定啊，就是一个人逼另一个人，就是去看医生。你没有办法去，我跟你讲，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任何人，说实话。我觉得人生都是你的哥哥，我觉得有你很幸运啊，你帮他安排好一切，然后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子，你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介入干涉任何一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真的都要靠自己去领悟。你很难去改变一个人。就像我哥哥他现在的生活，我就会觉得说他很多生活方式是不对的，但是他最后的后果他自己要承受，没有人可以帮他承受。比如说你身体不好了，你眼睛不好了，谁帮你承受？你自己要承受。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你自己真的你要去领悟了，健康是最重要的，或者你受过这个教训了，你才会真正去重视它。对，所以我也乐于让我哥哥发生，不是说一定要他揍他生病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要经历了这一遭，你才会觉得原来眼睛那么重要。对，或者是这个过程中原来治疗并不是这么好像天会塌下来的事情。其实也是只要我们去经历了这一遭，发现其实治疗一下子就好了，没有那么难，但是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对啊，对，我现在你在我这个年纪，我真的觉得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其他都是次要的，说实话。对啊。OK， 收尾吧。我们今天这个也聊太久了，我觉得这个可以做播客了。那个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痛苦啊？什么或者为什么中国人 in pain 这种就是标题党。可以啊，就应该会吸引一些人。好的，好，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或许也是各位观众日后会经历或正在经历的问题。人生就是这样子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烦恼。我们中文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对不对所以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处理的课题。但是我真的觉得去享受吧，即使他很痛苦，也要去享受这个过程。我现在就觉得我很享受我的人生，不管是好还是坏，这个过程我会很享受，我也要去享受它，不要把它当作是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又轮到我觉得不要有这种想法。对，或者把你们的痛苦写出来，抒发出来，心里能好一些。或许你们说出来，真的说出来能好一点，真的。对，
好，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喽，大家拜拜。嗯拜拜。